你们信不信啊？有80%的女生啊，都是自己把自己啊活生生的拖成了大龄剩女的。就是因为在相亲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误区，认为相亲就是在给男生一个追求自己的机会。他们说啊，现在的男生一点耐心都没有，经不起一点点的考验。有个女生啊，91年的，在私企里边工作啊，做文员的，年收入大概也就10来万的样子。朋友呢给她介绍了一个88年在大厂做管理的一个男孩啊，一年呢收入30多万，家里在北京的4环买了一套房子。两个人刚见面的时候呢，双方都觉得挺满意的。男生呢就开始追求她了啊，请她吃饭呐，请她逛街呀，车接车送啊，随叫随到。就这样追了她2个多月啊，520的时候呢，男生就捧了一束花给她表白，希望能把这段关系给确定下来。但是呢，他觉得哎呀，这个速度太快了啊，女生有这样的想法也正常嘛啊，那2个人呢就再处一处啊。结果男生呢又追了她3个月啊，在7夕的时候呢又跟她表白了啊。他呢就觉得这个男生啊太心急了吧，我们这才认识不到半年的时间都表白2次了，这个目的性是不是太强了呀？但是这一回男生啊就不耐烦了啊，直接就摊牌了，问他到底喜不喜欢自己。你要是愿意呢，咱就在一起；你不愿意呢，就拉倒吧。啊，没有太多时间追他了。这个女生一听这个男生的态度啊，还没跟他在一起呢，就开始威胁自己了，以后在一起了那还了得啊。然后呢，就又把男生给拒绝了。这回啊，男生二话没说啊，把花直接扔进了垃圾桶，上车就走了。哎呦，这回啊，把这个女的气的呀不行了啊。那我听他说完我也懵了，那我说你到底喜不喜欢人家呢？他说我挺喜欢的呀，因为这个男生的条件是他遇到的男生里面最好的。但是呢，他又觉得啊，女生不能太好追了啊，那男生就不会珍惜她。再说呢啊，确实是啊，我自己又比较慢热，有句话不是说嘛啊，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我听他说完，我真的头又大了啊，又是一个毒鸡汤喝多了的。你咋不看看自己的年纪啊，又不小了，对不对？你条件又不是很好啊，又不是很出众，你把自己搞得那么难追，那用这个难追来衡量这个男生，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你这个观念是有的问题的呀。啊，你搞得那么难追，那人家还不停的追你啊，那说明这个人他就是没得别的追嘛，他没得选嘛。但是但凡他选择面广一点点，他可能都去追别人了。这个结果是谁造成的呢？难道不是你自己造成的吗？那能怪谁呀？还有啊，就是一个女生啊，你一定要知道啊，自己在相亲的时候那些减分的项。30岁以上的女生一定是减分了啊，身高不足1.6米的有点减分啊，体重超过平均水平的也是减分的，有弟弟的也减分，离异家庭的也减分，本科以下学历的很减分，父母没有保障的啊减分，工作不稳定的呀肯定减分，精力太多的那绝对减分，公主病的呀也是很减分的，内向慢热的那绝对减分，不喜欢沟通的减分，太被动的减分，不想要孩子的那绝对减分。啊，有男闺蜜的那也是啊，减分到0了。最重要的呀，那就是长得丑啊，是最减分的。你们觉得我分析的到底对不对呢？啊，咱们的评论区聊聊吧。你们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年轻人呐，只要你一跟大家提到这个结婚找对象啊，男女那点事儿，他们真的互相特别排斥，谁都看不上谁。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女生啊。现在啊，有一波这样的女生，真的不在少数的。明明自己出生在很普通的家庭，颜值呢也是一般般，普普通通的学历，也普普通通的工作，工资呢也就勉强养活自己。但是就是这样的他们啊，却有一个天马行空的大脑，满脑子都是男朋友是什么标准，1.8米的身高，有房有车有存款，最好全款买的房没贷款，年薪必须得50万以上，结婚后啊不用去上班，老公养着自己就好了，至于孩子嘛交给公婆带。他们天天的被这些电视剧严重洗脑了，整天就幻想着霸道总裁爱上我这种桥段，达不到这样的条件呢，他就免谈。抱着这种思想的女生，将来估计有一大批的大龄剩女根本就嫁不出去，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他们自己作的。为啥呢？你也不想想，就房子这一项，同年龄阶段的男生有几个能靠自己的收入买全款的房子？别说是在北京、上海这种1线城市，就是在2线城市也是不容易实现的。那就这一条已经排除掉一大半的男生了，对吧？你再加上你还要求年收入50万以上这个条件，那咱想一想，有几个30岁以下的男生能够达到年薪50万呢？毕竟还是凤毛麟角的一些人。那这种条件的人，他是稀缺的呀，他是缺媳妇儿还是缺智商啊？他们找对象啊，也会看对方的条件的。那你说，如果人家找你，那喜欢你什么嘛？喜欢你不会做家务啊，还是喜欢你工资只有3500啊？咱们有些小姐妹啊，你想让这样的男生选择你，那你得在女生当中是个佼佼者啊。
不论你的颜值、学历还是家境都得跟得上啊。还有甚者啊，想找资产过亿的男人，那这些女生天天你真的做梦吧？你也不想想，财富积累也是需要时间的，暴发户啊毕竟是少数的，那资产过亿的男人年龄必然是不小了。大叔们啊，要么都是已婚人士了，他们的媳妇儿难道不是从花季少女的时候陪着大叔一起白手起家创业的吗？哪有那么多的不劳而获？这样的女生啊，你呀好好想想吧啊！霸道总裁爱上傻白甜这样的桥段呢，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会发生的。今天有一个男生过来啊，跟我聊起他最近相亲遇到的一个事儿，真的是挺逗的。前2天呢，他跟一个女孩相亲，他刚把自己的情况跟女生一说啊，这女孩就巴拉巴拉就开始说开了。哎呀，我看你条件是不错的啊，我呢就几个要求。结婚的话，我们家要50万彩礼，北京呢3环内200平的房子，不能有贷款的那种，房产证上啊得写上我的名字，40万以上的车。感觉呢这个其实是已经老掉牙的套路了啊，大家也听得挺多的，没啥好奇的，对吧？那男生呢倒也还挺好说话，他说啊这些都没有问题。可是女孩接下来说的话就有点离谱了啊，他说咱们要是结婚了，是不是就是一家人呢？男生说对啊，那咋了？女孩说那结了婚你不就是我老公吗？我呢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欠了50万外债，那结了婚你得替我还啊。这时候男生心里就开始打鼓了啊，合着你是要找一个给你还债的呀？那债还完了还拿着50万彩礼再跟我离个婚，这里外里的挺合适啊，真能算计。然后男生也就不示弱了啊，他对女孩说这倒没问题，但是我也有个问题要问你啊，那如果我也欠50万外债，你会给我还吗？你都想不到这女生怎么说的啊，她说你欠50万我还能跟你在一块儿吗？你都没有能力养我了，也没有能力保障我的生活质量，那我还跟你在一起干嘛呀？男生说那你们女的不一直都在讲男女平等吗？原来就是个口号啊。提到女性利益的时候就倡导女性优先，谈到责任付出的时候那就是男人的义务。女孩马上就说我这么貌美的女人那有的是大把的人追，哪怕你给我花钱那也是你的骄傲。男生说这骄傲还是算了吧啊，不稀罕，要钱的时候我就是你最好的依靠，没钱的时候我就配不上你的美貌。你还真是一套一套的。女生刚又要开口哈，男生立马就说你闭上你的嘴巴，我看不上你这样的，听懂了吗？就是这么个事儿啊。我就是觉得吧，这男生怼的呀太有水平了，你们说是吗？今天这个事儿吧，又差点没把我给气炸了。88年的女人啊，离异的，没孩子，她呢就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非要找一个总经理、董事长这种级别的男人。我也劝了她多次了啊，我让她降低一点标准，人家就是死活不同意。这不都给她见了3个老总级别的人物了吗？第一个还真是看上她了，人家就比较直接，问她愿不愿意做她女朋友。他说这男的呀有病，才见了几次就让他做自己的女朋友，太简单粗暴了。然后这位呢直接他就 pass 了。那见了第2位呢，第2位觉得也不错啊，后来呢就约他到家里做了顿饭给他吃，什么都没有对他做，非常尊重他，这不挺好的吗？结果呀这位说这个人太小气了，抠门，你让我到家里就是为了省一顿饭钱。这种啊我也不感冒，就跟我们说啊，赶紧的下一个吧。于是今天啊又给他见了一位老总哈，可惜这一次他的运气可就没有这么好了。这位呢直接就跟他说没有看上他，对他根本不感兴趣。这还得了，对于自信爆棚的他来说，这简直就是不会发生的事儿啊。于是呢这就跟捅了马蜂窝是一样的，各种来质问呢，说男士加了他微信为什么要加，没看上还加微信干啥啊？说没看上为什么还要来见面？他的逻辑就是不喜欢大概率就是长相不喜欢，那为什么要见面呀？当时介绍的时候看了照片的，不满意没感觉还过来见面干啥？他其实啊说来说去就是他的颜值已经这么高了，既然同意见面就是看上他了，就是看上他的颜值了，看照片也是能看出来感觉的。他说这些的意思啊就一直是在强调他呢是个美人儿，人家就不能看不上他。如果人家看不上他，那就是我们的问题，就是男士的问题。于是我跟他说啊，别说这种级别的男人，
就是一个普通一些的男生啊来相亲，他也不可能只看你的颜值一项就能看上你，对吗？人家不需要考量一下你的性格、谈吐、内涵、三观这所有的东西吗？真的啊，有这么幼稚、可笑还肤浅的女人，她就觉得自己有一张好看的脸啊，就能 hold 得住全天下所有的男人了，哎，谁也不能拒绝她。这是不是挺可笑的呀？离婚后到底是男人更想再婚呢，还是女人更想再婚呢？其实啊，还是二婚的女人啊更想尽快嫁出去。为什么呢？我说这种话可能又会得罪女人了啊，但是这些女人呢，我希望你们别不爱听。事实就是很少有女人不需要婚姻的，而经济能力比较强的男人呢，对婚姻的依赖性才是越来越低的。现如今呢，男人们都是自己挣钱，自己花钱，买房买车都靠自己如果不是为了传宗接代的需要，有几个男人会主动的投入到婚姻里面去呢？哪怕是那些感情良好的夫妻离婚之后大部分的男人都不愿意再婚的，除非他遇到一个让他非常心动的女人。但是离婚的女人呢，就恰恰相反了，刚刚离婚不久他们就急需要找下一个人的怀抱了。你去看一看朋友圈很多晒离婚证的几乎都是女人，广而告之的几乎都是女性。为什么要晒出来呢？对吧？一大波的女性会坚持说我什么都有，要男人有什么用呢？她们对上一段婚姻极度的不满。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有些问题是男人造成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二婚的女人往往离婚之后呢，就想马上寻找下一家，并且提出的条件比之前还要高，因为他们会认为自己经历过一段婚姻了更清楚自己要什么。但是往往这个时候他们实际已经失去了选择权其实是别人对他挑来选去了。二婚其实是非常被动的，这个时候他们呢又会自我安慰了说要男人来有什么用呢？钱我自己挣，娃我自己养，房子我自己有，车我自己能开。其实真的有这种底气的女人呢，说这个话也就罢了她们确实是新时代的独立女性。但是呢，有一部分女人呢，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会，她也跟着说男人真的没有用。那男人真的就没有用吗？从大的来讲在保家卫国和抢险救灾的事情当中，不总是男人们冲在前线吗？在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当中，大多数不也都是男人吗？往小了说，家里的苦活累活重活大多数不都是男人在扛吗？家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女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先给老公打电话，对吗？你说你能独立生个孩子，那没有男人你也生不了吗？是不是？没有他们，女人只能活成个女汉子呀。现如今的社会呢，有一部分的女人不管她是头婚还是二婚，她都会把婚姻当做一个跳板的，她们总是想通过婚姻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现在已经很少见到那种能麻利的操持家务、教育孩子、有耐心相夫教子的女人了。相反的，有不少的女性表示什么家务都不会干，嫁个人结个婚就变着法儿要索取男人的付出。遇到困难的时候，她们就会说你是不是男人啊？两个人闹矛盾了，他一定是那句话，为什么你就不能让着我一点呢？嘴上喊着男女平等是他们追求的目标，而男人呢，既要累死累活的赚钱养全家又要支持他们，这边要依赖男人的经济，那边又喊着要独立，要求享受的同时又要求尊重。二婚遇到的女人更现实，真情都留给了前夫精力都留给了他自己的孩子。再婚的男人还能遇到真爱吗？也难怪男人们不想再婚了，为了保命嘛。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只会索取不懂感恩和付出的女人实在是太多了。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呢？作为大城市的女生她们呢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在这里想嫁一个好男人真的是太难了。首先，大城市的优质男人相对于二三线城市确实挺多的，都是一些高薪白领事业有成的男人，还有很多是家境优渥的富二代们。他们都是有房有车，手里也都不缺银子，但是他们对女友的要求也是特别高的，甚至高到了有点变态挑剔到了极点。你要是长得不够漂亮没有一个好的身材，或者学历不太高，家境不太好，
或者说你的家里姊妹比较多，甚至你有一个弟弟，或者父母离异的单亲，都会成为他们 pass 你的理由。对这样的你，人家根本不屑一顾的。这其中还有一些花心大萝卜、大渣男啊，在外边有各种的小姐姐交往啊，回来了还给你甩脸子啊，要求你这，要求你那，事后的不合心意啊，随时就能换了你。真的是啊，能力越大呀，心越黑。而且呢，大城市里的女孩还得时刻保持着一种状态，她呀必须得塞个假包啊，吃点素食啊，让环保成为口头禅呢。因为只有这样才敢说自己一双靴子穿了1年了啊，花了几千块钱买了一只包，在朋友圈刷爆了啊这个照片，之后还要想办法再弄一个。对于普通家庭背景的女孩子来说，这样的消费压力真的太大了，而且随着年龄增长也越来越难以承受。为了让自己显得不穷酸，她们不得不成了月光族，要么就披星戴月的拼命搞钱，要么就费尽心机搞男人的钱。最后呢，大城市的男生普遍比这种女生都要娇气。说起来啊，也真是不太好听，但现实是很多的男生啊，真的是像被红太阳抚养长大的孩子，他们可能会因为领带的颜色不适合都会发脾气啊，或者会因为咖啡没有加奶都要骂人，甚至会因为升职加薪没有到位都想停止努力了。他们也会因为一次失败的恋爱就放纵自我。可是如果你在他的身边你生了个病需要他照顾的话，这个时候这些男生恐怕连给你端一碗热汤都做不到，他自己还需要别人照顾呢。但是偏偏呢，女生又慕强，穷男生根本不给机会，条件好的男生又把握不住。为了不将就不下嫁，女生最后都想在遇到那个对的人之前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最后都成了优秀的女汉子们。所以说大城市女生不好嫁真的是实至名归的。但话又说回来，我们并不是完全没有出路的。如果你感到你的身边确实缺少靠谱的男性的话，那么我们就把目光放到外面去出去旅游，出去交朋友参加活动认识人，和志同道合的人交流，或者到我的评论区留言到我这里领一个也行你的 Miss Right 肯定正在哪个角落等着你，但是你一定得行动起来，好吗？女生的不将就是不是真的只会导致她们最后孤独终老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就知道了。最近我这里来了一个北京的男士82年的，在体制内工作收入不太高，但是他很稳定，在北京有房有车，身高呢1.75米，长相呢属于比较实在的那种类型。我呢跟他交流过几次感觉呢真心是个好男人。在我们这些红娘老师的眼里他绝对是一个可以认真过日子的人，是一个好老公的材料。可是呢，我把这个男士同时推荐给了2个女生一个呢89年的，一个呢87年的。这2位都拒绝了这个男士。一个呢说男士的长相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一个呢说这个男士的收入不太高还不如自己。我呢好说歹说都不行这2位呢说的话还高度的一致还是那句话，老师，我还是不太想将就的，还是想找一个自己心仪的人。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嘛，我等了这么多年了，还是慎重一点比较好。如果实在是遇不到的话，那我也就不打算找了，我自己一个人过也挺好的。最后呢，我就把这个男士又推荐给了一位90年的女生这个女生各个方面条件并不是很好的，但是呢她仍然拒绝了这个男士。她跟我说，这个男士他不想考虑，都40多岁的人了，收入还不太高长得呢也不是怎么样的，看照片一点感觉都找不到。于是这个90后的女生呢就跟我说了下面的这一席话她说呢，其实我现在都已经33岁了，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好一点的人结婚。可是问题就在于，想要各个方面都符合自己要求的男人真的太难找了。我自己也分析过一下，大概也就下面这3种情况我能找得到。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各个方面都符合我要求的男人，但是可能他是个离异的，甚至还有孩子。这样的话，我可不是就要做后妈了吗？虽然我也做好了这个打算但是毕竟我没有经验呢，一旦出了什么问题，我怕我自己根本解决不好。第2种情况就是我可能找一个身高、长相、学历条件都符合自己要求的男人，但是他可能什么都没有，就是穷要不是穷的话，这种男人大概早就结婚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找他的话就需要去扶持他、陪伴他，
成长和奋斗。虽然说爱情中金钱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如果一直都没有钱，那一定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稳定性的。一个男人如果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那要他干什么呢？第三种情况就是找一个各方面条件呢都符合自己要求的年轻男孩子。但是问题又来了，年轻的小的男人啊，又怕不靠谱，跟小奶狗在一起风险也是很高的，人家可能最后根本不会跟我结婚，那我又白白浪费了好几年的青春，这样做仍然是让我失去安全感的。那过几年人家把我甩了或者踹了，多可怕呀，我那个时候找更难找了。但是真的我不想将就啊，随便找个人去过日子，那种婚姻毫无意义嘛。那我听了他的这番话，我真的很想笑啊！竟然现在还有这样的女生啊，谈恋爱嫁人绝对不会将就一点点。你们可曾想过，现在还有多少男生在追求你们呢？条件好的，你不可能得到他的追求的，你去追他还差不多。那条件差的呢，你又看不上人家。很多的女生啊，口口声声都在说啊，不将就啊。其实你的内心就是渴望要找一个条件好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条件好的人家根本就不找你啊？现在啊，这个社交市场上啊，大家看到了，女生真的要比男生多很多很多。教女生如何择偶的直播间真的是啊，成千上万的人，教男生的呢却只有几十几百人。其实女生真的要比男生更急迫的需要婚姻的，但是当男人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获取爱情，只能遇到那些捞女、渣女、物质女的时候啊，他们是更不愿意将就的。所以说现在你不将就，可能也未必能找到合适的人选。你们说这些女生啊，她们单到最后到底是会幸福快乐的过一生呢，还是会到最后追悔莫及呢？来，我们到评论区聊聊这个事儿，好吧？为什么说有逆向思维的人做事情啊，他就容易成呢？我今天来讲一个最近刚刚发生的真实案例。大家都知道现在大城市的生女啊特别的多嘛，那一个个呢都挺难嫁出去的，对吧？那这背后的原因呢，就是大城市里边啊女多男少的局面造成的。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女生她们都不会愿意找条件差的男生，所以呢那一小部分优质男生啊，基本上是 80% 的女生想要找的对象。如果就优质男生和这 80% 的女生形成比例的话，恐怕比例就是1比20了。所以呢这个背后的竞争是非常的可想而知的。那今天啊要讲的这位女生呢，就是利用了逆向思维来成功逆袭了她的所有竞争者们。那么她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都知道啊，现在的女生出来相亲啊，都希望男生追求自己，主动聊天，主动约会，主动买礼物讨好她。有的女生甚至啊把自己弄得很慢热很高冷，一副很难搞的样子，似乎这样就很值钱，直到自己觉得男生付出的让自己满意了为止。如果说到了结婚，也是得提各种的条件，否则就对不起这一次的嫁人，怎么着都得捞点啊，美其名曰这是看男生的态度，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提嫁妆的。这就导致很多的男人啊不想追求这一类的女人啊，更不想娶这一类的女人，都是这么现实和物质的。那这个女孩呢，今年26岁，她来的时候就跟我明确的说自己绝对不会成为大龄剩女，所以她很巧妙的让自己顺利的嫁人了。她刚相亲认识男生的时候啊，就给男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因为这个男生说从来没有一个女生在相亲见面的时候主动给他的水杯里续水。第一次出去吃饭，女孩就抢着跟他买单，虽然最后还是男生付的钱，但是男生对她印象非常好。后来的交往中，这个女孩完全没有前边说到的那些大部分女孩的那些毛病，她从不玩高冷装矜持冷慢热，有的时候还主动的找男生聊聊天啊。男生拉她去个商场呢，问她需要点什么，女孩居然说不用买什么，我都有我们特别需要的东西，你就不要破费了。不管这样，男生还是硬给她买了礼物啊。这些举动在女生群体里看来啊，那真的是傻豆家了，但是在男生群体来讲啊，这真的是个好女孩，是真心想跟自己过日子的人。后来在今年啊，他们打算要结婚了，男生一直在担心的事情居然一件都没有发生。他认为女孩一直都表现得非常不物质啊，很单纯，会不会结婚的时候提出一堆达不到的要求啊？那天他们呢就谈房子的事情的时候，男生就说啊，咱俩结婚啊，房子啊，我家里可能付不了全款，但是只能凑出个首付来。你介不介意咱们以后一起还房贷呢？女孩说，这样已经很好了呀，你想啊，首付我们都不用攒了，我已经觉得很幸福了，很满足了，大不了装修的钱呀，我问我爸妈要呗。
房本上写咱俩的名字不就行了？男生说那肯定的呀，你跟我一起还房贷，感觉挺对不起你的，所以彩礼啊我一定是要给的。我大学到现在也攒了不少钱了，我都给你吧。女孩说，哎呀，2、3万的意思一下就可以了，咱俩过日子啊，这钱不都是咱自己花吗？男生说，那婚礼我就得办大一点了，你爸妈把你养大不容易啊，我不能随随便便把你打发了，那我还是你的男人。女孩说啊，嗨，也不用太铺张浪费了，我呢还想攒点钱出去玩呢。男生对她说，其实啊，我之前以为你也会是一个很物质的女生的，但是没有想到你这么好。女孩说，我当然也喜欢钱呀，我也喜欢物质享受啊，不过呢，索取不是对内的，更不是对你的，也不是我的价值观，咱俩是一家人嘛，我们啊就应该一致对外，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啊，为这个小家增加更多的筹码。那种互相内耗彼此算计的关系啊，怎么能算一家人呢？那不属于我的范畴啊。说到这儿，大家觉得这个女孩到底是傻呢还是聪明呢？现在哈有很多女生都在抱怨哈男生不追她们了。哎，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天我这来了一个90年的男生啊，是被他妈妈死拉硬拽哈带过来的。可是这个男生呢死活就说啊，相亲可以啊，但是让我追女生啊，这个事儿我不干，喜欢就在一起，不喜欢的呢就别开始啊，让我去当舔狗啊，门都不会有啊。他说现在的这些女生啊，大部分是不值得男人去追求的。再说了啊，追来的那算是爱情吗？不过是一场交易，一场博弈罢了。女生就是要考验男生啊，用花钱的态度来衡量男生的诚意度啊，感情都被物质化了啊。他后边说的这些话啊，是我听到的关于现在的男生不追女生的最精彩的版本。他说我每个月辛苦挣的钱呀，追一个女生吃顿饭好几百，看场电影小100，就连喝杯奶茶也要几十块。那我工作一天能挣多少钱呀？关键是我也看不到前景如何呀，对不对？你看，就算我玩游戏啊，打个 boss， 我还有血量显示，对不对？但是我追一个女生呢，我就算拿出各种的技能啊、装备啊、突击啊，到最后一看呀，你怎么连一个血点都没剩下？这有啥好玩的？你说啊，就像一个刮刮乐，我刮的都是谢谢你，那我还想往下刮吗？我都不会有什么兴趣玩了，对吧？其实我向自己喜欢的姑娘表达心意，送礼物、吃饭啊、看电影啥的，我觉得都是挺正常的。但是我最不理解的就是那种明明自己不怎么喜欢这个男生，还享受着别人对她好的女孩，接受人家的约会，接受人家送她的礼物，最后花了人家一大堆钱，然后说咱们不合适，走人了。可是我说你要是对人家男生根本就没有意思的话，或者说你压根儿就没有想要往恋爱方向发展的话，你干脆直接就拒绝他就完了，干嘛扯那些说什么这是我对你的考验？那他从小到大有没有大人教过呀？拿别人的手短，吃别人的口软吗？很多女生连最基本的互动都不懂啊，只接受不付出，觉得都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有些女生心态真的有问题，一见面就要包包要口红请吃饭，难道她这么大人了还不懂吗？这些都是明确关系之后才能做的事情好吗？你又不是我的女朋友，凭什么我要给你买礼物？我的钱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为什么要给你一个不相干的人花钱？你不是我的女朋友，为什么还要享受着女朋友的待遇呢？还有一些男的我也不理解，他们就喜欢做舔狗，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人家又不是你的女朋友，你舔她干嘛呢？你舔自己的老婆不好吗？那还说明你是一个不错的人，懂得疼老婆。你跑去舔别人的未来老婆，就好比游戏账号都不是你的，然后呢你还花大把的钱去买皮肤买装备，结果人家还不让你玩你做这种的大冤种你何必呢是不是太丧了？反正我一直觉得追求一个女孩确实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和金钱，但是绝对不是过度的。在经营感情和婚姻这个过程当中呢，需要我们付出全部的精力和金钱，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是很愿意给自己的女人花钱的，但是给不相干的人花钱那就免了吧，我的钱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凭什么？大家觉得他说的这些话到底对不对呢？为什么说你那么优秀还是找不到对象呢？你知道吗？其实女人眼里的优质女生和男人心目中的优秀女孩那个标准完全是不一样的。在女人的眼里一个优秀的女孩应该是思想独立的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工作，有赚钱的能力，见过世面，多种才艺，有广泛的特长和爱好，追求自我实现和享受生活。她们喜欢旅游，爱读书，
品咖啡、弹琴、做瑜伽、去听音乐会等等。总之呢，他们认为自己拥有了这些优秀的品质之后啊，再找一个有钱又英俊的男人啊，是再合适不过了。可是呢，在男人的眼里啊，一个优秀的女生应该是温柔体贴、有同理心，并且愿意为家庭付出的女性。尤其是那些条件好的优质男生啊，更倾向于选择一个情商高、情绪稳定，而又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安抚的女人。对于那些认为自己非常优秀的女生而言，她们呢更加关心自己的感受和社会价值的体现，只会考虑找一个条件好的优秀男生才配得上自己的优秀，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对方的需求是什么，人家可能只是想找一个颜值高、性格好的女生而已。至于你的社会价值，男生是不太看重的，所以有些优秀的女生，她们往往忽略了自己的缺点，用自己的社会价值去换取家庭价值，这不是很可笑吗？因为他们过于的注重个人的意愿，而不考虑自己与对方是否匹配，最后呢，导致他们成为剩女，往往就是这些认为自己很优秀的女生。你们说对吗？现在的女生们都觉得啊，在北京的优质男生啊，真的很难搞。因为现在在北京适婚年龄的男女这个比例啊，已经严重失调了。男女的比例啊，本来就是男少女多的情况下，女生还很慕强，都想找个优秀的男生。那优质的男生毕竟又是少数的，这个就导致竞争非常激烈啊，可别说我又在制造焦虑了啊，女生们自己都这么说。现在可能都不是想嫁出去这个问题了，甚至是他们想谈个正常点的恋爱都很困难。你几乎谈不到很正常的恋爱，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女孩，如果你刚从大学毕业，刚到北京来的时候，你如果长得漂亮，可能呢比较容易引起优质男人的注意，但是精英优质男啊是不会给你任何东西的，他们一直以来都不可能当舔狗，而且他们还会浪费你很多时间，基本上也就是带你见见世面啊，然后看看他在大北京出入什么场所呀，啊，吃的玩的用的都是什么档次的东西啊，等等，都是为了让你了解他有多优秀，你还得配合他啊，还得崇拜他，甚至是你得随叫随到，剩下的基本没啥了。而且呢，很多男生一到关键的时候他就跑，你一提需求他就跑，你一推进关系他就跑，任何风吹草动他都跑。因为这种女孩可替代性太强了，你没有那份特别，大多数情况下就会被短择。毕竟在北京要好看的呢，那好看的太多了，那些医美的 sales 个个都是 AI 脸精致无比。要身材好的呢，你去夜店走一圈，全是大长腿。你要找留学生那不遍地都是吗？在北京很多服务员都是留学生英语说的特别溜6级8级的。论赚钱多，那北京富婆也非常的多呀还有很多富二代，对吧？有的呢你都不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怎么就那么有钱，而且还是又美又有钱。就如果你想按照你之前在学校的那个标准来找的话那肯定是找不着的，必须在你原来的这个标准上要打个折扣而且呢，你的选择可能只有他，但是在他的身边，像你这样的，他还有很多选择。那怎样才能找到呢？看你有没有绝对的长板，并且呢，能够接受男生身上的一些 bug。所以重点在于你接受男生的 bug否则呢，你就退出这个择偶市场。所以呢，在北京漂亮小姐姐们一定要降低这个择偶预期别总是盯着太优秀的，你只当跟他们见见世面得了。真的要结婚，还是得找一个实在的人品好的，在北京一起打拼也没有什么不好你们都想捞个现成的，但是现在人家优质的男生不配合你们呀，你们说是不是呢？有一种姑娘她嫁给谁都会幸福，而有一种男人呢，他娶了谁他都会疼爱。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会不会发现现代人结婚他不幸福，主要的原因有2个，一个呢是太自私，一个呢是想太多。简单的来说，一个呢就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什么都想着我自己的感受我要什么我要什么。现在的人在说我爱你的时候都是什么意思呢？当一个男孩子说我爱你我想要跟你结婚的时候，他想的就是我娶回家了一个漂亮的姑娘，然后呢给我生个漂亮的娃，然后照顾我的生活，然后呢还能帮我照顾父母对不对？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我还可以找个人倾诉，天天这个日子呢还有人陪伴着。这个就是男孩子所想的美梦。
但是当女孩子说我爱你的时候，她想的是什么呢？她想的就是，哎，过节了，你该给我送花吧，送礼物吧，对不对？生日的时候，你是不是该给我发红包啦，转账啊，对不对？然后我的生活你要来负责，对不对？我的经济你要负责，我的房子你要负责，我的花销你也得负责啊。那我的幸福呢，你更要负责了。所有这些东西都做到位了，那就代表着我是被爱了。其实他们双方都是一种索取的关系。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经常会落空呢？失望了呢？这个就像两个乞丐一样啊，双双伸手跟对方要，所以双双都会落空啊，对吗？所以我说，哪怕你把婚姻当做一个合伙的关系，你们也应该要付出的呀。我有什么可以给人家啊，所以人家才能给我，咱们才能合作，对不对？第一个就是大家现在都太自私了，第二个呢就是想的太多了，太算计了。你看现在大家结婚登记之前呀，比两个企业要合伙之前想的那些防控条款啊都还要多，动不动就想着婚前要做个婚前财产公证啦，婚前你们家的房子要不要写上我的名儿啊，或者我买个房子啊要写着我自己的名字呀，成天的一结婚就研究着你的房子能不能加我的名儿啊，成天各种的算计太多了啊，计较太多了。你找一个爱人的目的是跟你共享生活，然后呢互相支撑，风雨同舟，对不对啊？互相为对方去打伞，一起经营好小日子。说白了就是如果你是一束光，你走到哪里你都是光啊，那如果你是黑暗，你走到哪里你都是一片黑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到她嫁给谁都会幸福，而有些男人他娶了谁也都会幸福。如果你自己对了，那这个世界就对了。所以这个世界上有智慧的人啊都是强者，那就是他自己会把自己哄得很好的，他会去自己疗愈的会自我成长的。你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对的人，那这个世界就对了。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的？往往就是那些追求完美的人更容易孤独终老。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了，男的女的都有他们对于自己的认知未必有那么准确，可是呢对别人的要求却高到了极致，几乎没有他们认为可以交付终身的人。即便是他们遇到了感觉完美的人，最后在接触中也能挑出对方很多的问题来。往往这样的人呢，他们还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和问题，一味的要求别人做到他满意。我认识一个大姐今年都50多岁了，离婚20多年了，近些年呢一直是一个人生活，有个儿子已经结婚了，在国外工作，每年最多回来一趟。虽说那些年带着儿子比较辛苦，但是呢生活还算充实。可是最近这几年吧，他退休了，特别是儿子在国外结婚之后，刚开始呢退休生活的那2年过得还算是很惬意的，也不打算再找什么老伴儿了。他想着自己这么多年都过来了，老了还找个男的去伺候犯不着。但是前不久他在家里摔了一跤撞到了头部，他忍着痛自己打电话给医院求助。救护车来的时候他已经晕在床上了，儿子到第3天才赶到。他躺在医院的那几天，脑海里一直在重复那天自己一个人无助的情景，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无力感。突然呢，这个时候他有了一个想找个老伴的想法了。他今年才55岁大姐呢保持的还很好，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没啥皱纹还挺有弹性的，身体总体来说还是很好的。他说未来30-40年一个人过确实不太现实，于是呢就开始张罗着呢给自己找个老伴这样的事情了。那我就问他了，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大哥呢？可是呢听他下面的描述我就明白这位大姐为什么她会离婚，又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再婚了。她说是没有合适的所以呢一直拖到了现在就算了。但是我觉得她忽略了一个重点，就是她的要求太高了。大家可以来听一听，你们觉得他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一个伴侣？他要求男的在58岁以内，48岁以上，他呢是1.66米，要求男的呢是1.78米或者到1.80米，矮一点都绝对不可以，太高了也不好。而且呢要求男的不能有啤酒肚身材要修长，不能掉牙，不能秃顶，也不能有白头发，没有体臭，最好呢是单身。如果是离婚的有孩子的话，必须是判给女方的，最好男方呢是一个人过，而且呢是现在已经没有父母的那种。房产方面的话，要求比女方的多，面积呢也得比女方的大，工作要稳定，收入要比他的高，他自己大概退休金是6000左右。
他要求男士呢必须呢是3万以上的收入，而且必须没有不良嗜好，比如打麻将啊、跳舞啊、喝酒啊，最好呢一样都不沾，不能接受吸烟的。如果一定要吸烟，那你抽雪茄可以。生活上啊要一起分担家务，不能把自己当保姆使，要给自己零花钱，会照顾人，细心体贴，性格温和的。学历要跟自己相当，怕以后聊不到一起。听了他的这些条件啊，我有些迷惑了。也就是说呢，他要求一个男的没有短板，十全十美，或者呢说每一个条件都得高于他。可是人家每一个条件如果都高于你了的话，还找你干什么呀？结婚就是长短相互互补的，大家都不是完美的人，哪怕你是20几岁的，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完美的人。他说不行啊，我二婚一定要找个比头婚更好的，否则我离婚干什么呢？我说人家这个条件可以找45岁以下的了，不会找你的。他说不行啊，我各方面都很优秀啊，男的岁数比我大的，就我现在这个状态，我还嫌他们老呢。说真的啊，我听过年轻姑娘来许愿，也听过中年小姐姐们来许愿，这还头一回啊，听到一个55岁大姐一辈子都过了一大半了还来许愿的。我真的不知道她咋想的，我劝不动她啊，大家觉得她能找得到吗？资本已经开始放弃中国女性了，为什么呢？因为女性对于资本而言已经逐渐没有作用了，因为现在的男人开始觉醒。听到这里啊，一些敏感脆弱的姑娘们又该生气了，别以为我在胡说啊，给你们制造焦虑。男人已经开始反抗了，越来越多的男人选择单身不结婚，他们不再愿意用金钱去追求女孩子，有些男人甚至就是单身不结婚作为反击。资本呢，它的核心就是赚钱，现在的情况很明显，资本呢迟早都会抛弃女性的，这个并不奇怪，姑娘们可能不太相信。你们可以来看一看今年的七夕啊，在各大带货主播的评论区里，简直就像魔幻现实主义。有一个男生留言说啊，去年的七夕他给他的对象转了520，结果人家连声谢谢都没说。那今年呢，他就什么都不表示了。我就问各位在直播间的男人们，如果是你在520的时候收到了520元，你有什么反应？评论区里边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在呼应他啊，那我会感觉自己很幸福啊，幸福的不得了啊。还有一个男人啊说，口罩的那3年，我和媳妇儿双双下岗啊，他在家里呢也没做什么，我呢为了养家糊口出去找各种兼职，我媳妇儿根本就理解不了这份辛苦，真事儿啊。他除了清明节不收礼物之外，其他的节日都必须有礼物的，仪式感必须有，没饭吃了都得有，每一次都要跟我天翻地覆的闹腾，而且还每一次都拿离婚来威胁我。最后呢，我真的是受够了太累了。这些被资本洗脑的爱情观不知道作死了多少的家庭。后来我干脆同意离婚了，后半辈子我为自己活别提多惬意了。我的钱我花在自己身上不香吗？我取悦我自己不香吗？这样也算没有白来人间一趟吧。这些可能正是很多男生的辛酸写照。你能听出点端倪了吗？我为什么说资本会放弃女生了呢？因为聪明的男生觉醒了。经济时代已经不存在了，男生赚的钱更愿意花在自己的身上，取悦自己，他们不再想去用钱取悦女人婚姻作为女生敛财和跳跃的工具已经开始溃烂和被人放弃了，因为男生不再想配合了。根据数据统计，从2021年开始，中国单月消费1000元以上的男性数量已经远远超越女性的人数了。别看男生平时不怎么花钱但是他们只要花起钱来都是大笔大笔的钱，几十万买个车，5、6万买个滑雪板上万的钱给自己的游戏充币改装一下车，去世界各地滑雪，到各大海洋潜水。其实男生们一直不缺钱，只是呢之前为了追求女性而低下了身段而已。那现在他们开始觉醒了好好的爱自己吧，取悦自己吧，不再维持金钱恋爱了。所以这些活不起的姑娘们再想用钱来考验男生的真心已经开始行不通了。咱们还是认认真真的谈恋爱好吗？以后从男人这里捞钱的机会可能只能碰运气了。大家觉得我分析的对吗？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哦。天天我这儿都有来许愿的人，天天都有那些大白天梦游的人，做着梦就飘过来了他们真的是把我这当寺院了。之前呢有一个40岁的博士后女士要找年龄相仿的成功人士，
不接受个子太矮、长得太丑的，不接受离异带孩子的，不接受体制内的啊，嫌弃人家挣得太少了。他呀还是个丁克，不喜欢孩子，更不想生孩子。我记得我当时就拒绝他了啊，我明确的跟他说，跟你年龄相仿的成功人士，40多岁的男人正是男人的黄金年龄，人家还那么优秀的话啊，是不可能找你的。有大把的30岁以下的女生愿意跟他结婚，给他生孩子。你呢，年龄已经这么大了，就这一项都不在人家的选择范围内，更何况你还是个丁克，不想生孩子。也就是说，你想让一个成功的优秀男士娶你回去啊，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呢，你花着他的钱，过着他给你的贵妇生活，但是你还不想给人家生个孩子。更何况啊，这一类优秀男人啊，没有几个不想要孩子的，要不然他的财富和优秀基因怎么传承下去呢？你这是在挑战人性，知道吗？所以你这个想法完全不靠谱啊。结果他就很不服气啊，起来反驳我啊，说那不一定啊，我也优秀啊，我也有优秀的基因啊，有几个女生能读到我这个学历的，说明我的智商高啊，我有有趣的灵魂呐。那小姑娘多浅薄，大部分都是图她钱嘛，我不会啊，我肯定会成为她的精神伴侣啊。如果非要个孩子，我也能接受代孕。天哪，我当时就跟他说啊，亲爱的，门在那边，你出门右拐，走到路的尽头有一个寺院，你呢去烧个香许个愿行吧。啊，结果好吧，最近又来了一个啊，搞不清自己几斤几两的啊，38岁的离异女，说自己是清华这个系统的啊，所以呢想要找一个清华的老师或者教授啥的啊，会比较有共同语言。自己呢是未婚，但是生育了一个男孩，已经有10岁了，然后呢希望对方有孩子，或者是不想要孩子，自己是不想再生了，这个年龄基本上只能做试管了啊，实在不想折腾。说自己的容貌保养的特别好啊，看上去只有25岁左右。我真的是服了啊！38岁了还生活在美颜相机里，咱能不能用原相机拍出来看一看真实的自己啊？他的择偶范围啊，只限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大学。他还说他自己啊，其实有一个公司啊，很多业务呢，很多时候啊都要跟这些人打交道的。可是因为都是业务关系嘛，所以就不太方便啊谈这个个人感情。所以希望通过我啊，那这位我也立马就拒绝了啊。我就跟他说，你天天都在接触这些人，你都成不了，那你来我这里就能成吗？脑子是不是撞坏了？你们说啊，咋想的呢？这些人，一个女孩子啊，千万别把自己的人生顺序给搞颠倒了。你们的年龄就是你们在婚恋市场上最大的资本，真的是这样啊，不是给大家制造焦虑啊。女孩子从你18岁一直到你28岁，这10年就是你们择偶的黄金年龄，可以说啊，时光一去不复返啊，一定要把这个婚姻问题啊，在这10年当中大概率的给搞定了。女孩到了大学就应该有这个意识，咱们就开始学摸着找个对象谈个恋爱了。有很多小姑娘是非常聪明的，有脑子啊，人家老早啊在学校的时候就下手了，把那些优秀的小男孩给搞定了。我就认识一个朋友啊，他女儿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谈恋爱，都说早恋会影响学习，可是人家心里啊比谁都清楚啊，俩人互相帮助，互相勉励啊，学习成绩啊都是名列前茅的，后来双双进入了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呢，感情也很好啊，工作了2年，现在打算呢把证儿领了。两家家长也非常的乐意，开开心心的看着孩子这么优秀，还这么幸福，别提多欢喜了。这小姑娘就对了呀啊，这么干就对了。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不要觉得学习有多重要多重要啊，其实对女孩来说，找对象也非常的重要的。这个小姑娘多聪明啊，人家凭什么就没有美好的未来？你们说啊，人家脑子真的是很好使。而我们再来看看另外的一些姑娘啊，大学里啊，父母就说好好读书啊，不要谈恋爱啊，影响学习啊，让孩子傻读书啊，死读书，天天吧也不展示自己啊，也没有这个意识，天天就好好学习啦，不谈恋爱啦。完了呢，毕业了工作了啊，每天就在家里边玩手机，也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啊，也不展示自己。那优秀的男人怎么可能跑到你家里来找你？你说啊，你觉得可能吗？你又不是张柏芝啊，那张柏芝人家还老展示自己呢，一点都不懂男女之事啊。进入社会之后呢，又被各种的毒鸡汤给灌了啊，什么你若优秀，蝴蝶自来了，为了事业啊，各种的去读研读，把时间全部都用在了让自己变得更优秀这件事情上。结果呢，这一系列的操作结束之后，才发现自己30岁了，这个时候啊，想用自己的优秀来吸引优秀了。可是男人呢不买账了，人家说了，你那个优秀啊，不是我要的那个优秀啊。28岁的男生啊，还愿意找28岁的女生，但是到了30岁的男生啊，已经开始不愿意找30岁的女生了。
他们开始觉得你太老了。但是呢，优秀的女孩们不甘心啊，继续想找一个优秀的男人啊。可是如果你等到了35岁啊，还没有找着对象，那你基本上只能下嫁了啊，要不你就别找了。你瞧瞧人家这些聪明的小姑娘，17、18岁就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了，先下手为强啊！人家不优秀，你优秀啊，我还真的是不觉得。你能不能改变一下思路呢？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呢？哪儿有优秀的男人你就往哪儿去呗啊！你去读个 MBA 啊，你去长江商学院啊，这种地方优质男人多啊！你别整到35、6岁了啊，对象也没着落啊，开始慌了，开始着急了，这样还有用吗？啊，你们说是不是？